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不要和脑残争论。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充满了戾气，有很大一个原因是观点不同的人都想要说服对方，但是又没有办法说服，演变到后面就变成了毫无底线的攻击。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，那就是不与脑残争是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脑回路你是搞不懂的。脑残的人能有多脑残呢？举个例子，2年前英国多座 5G 基站被恶意纵火毁坏，是英国一个民间健康团队做的。他们认为 5G 基站会带来病毒。这些在我们看来很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其实并不是极端少数，而是无处不在。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类似的愚蠢言论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？1999年，康奈尔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大卫·邓宁与他的研究生贾斯汀·克鲁格针对此类现象做了4个实验。最后他们发现，第一，能力差的人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技能水平；第二，能力差的人不能正确认识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的水平；第三，能力差的人无法认知且正视自身的不足及其不足的极端程度；第四，如果能力差的人能够经过恰当训练大幅度提高能力水平，他们最终会认知到并且能承认他们之间的无能程度。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达克效应。它告诉我们，能力欠缺的人是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基础上得出的错误结论，他们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，也无法辨别自己行为的错误之处。他们会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优势当中，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，认为别人都没有自己懂得多。这个研究结果还获得了2000年的搞笑诺贝尔奖。很多人明明认识观念是错误的，但他就是偏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。即便你把事实和证据摆在他的面前，他也认为这其中有阴谋，或者你的证据是假的。比如，至今仍旧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。你给他看卫星拍摄的地球的照片，他会说你被政府骗了，根本就没有卫星，也从来没有人真正上太空，那些照片都是合成的。你说跟这样的人，你还有什么必要去争论呢？最关键的是，他们这些言论不是撒谎，不是逞强，不是为了博眼球，而是打心底里就这么觉得。大家应该都听过夏虫不可语冰。一只虫子，如果它的生命周期只有夏天那几个月，没见过冬天，那你跟它解释再多冰是个什么东西，它也不会理解的，因为那超过了它的认知，甚至超过了他的想象。不该与他们争论的还有一个理由是，在与他们辩论的过程中，你的情绪更容易出现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辩论逻辑是不一样的。你想要摆事实讲道理，他呢则是给你扣帽子，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听不信，反而你看了他给你扣帽子，会气得头脑发昏。你跟他讲法律，他跟你讲感情；你跟他讲感情，他跟你讲人性；你跟他讲人性，他跟你讲现实；你跟他讲现实，他跟你耍蛮力；你跟他耍蛮力，他又跟你讲道理。不知不觉你就被他带着走了，会有一种怎么说都不对的无力感。所以当你跟某个人观点不一致的时候，先从对方的言语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对于胡搅蛮缠、冥顽不灵的人，随他去就好。你跟他争辩，争到最后，你的智力、情绪甚至素质都会下降。他人身攻击你了，你会忍不住想要人身攻击他。那这还是你的本心吗？所以不与他争辩，是放过你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，